开局是在逗我？我一个加班社池穿进书里，成了大奸臣徐有德的独女，书里许家3年后满门抄斩啊！丁，检测到求生欲，为富不仁系统已激活，败光100亿两，或流放岭南，即可带10亿退休金回现代。当前任务：24小时内挥霍5000两，失败抹杀灵魂。败家就能活命，这题我会啊！小姐，老爷在书房点赈灾银子呢，快！晚一步就被我那贪官老铁藏起来了。2万两雪花银呐，多报2成灾民，全进我口袋。爹，给我钱，我要5000两。5000两，把这县衙卖了也不值啊！我要买空全城米铺，专挑最烂的米，高价买，糟蹋给难民看。什么叫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？好一个朱门酒肉臭！不愧是我许佑德的种，这狠劲儿随我。爹，你不骂我？骂什么？米买最烂的，价钱给最高的，爹给你顶着。这是替爹分忧啊，高，实在是高。1斗米500文，你们怎么不去抢？爱买不买，这年头有米就是爷。剩余23小时，消费金额0。对不起了各位，我得先保住自己的小命。哟，许大小姐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发霉的、生虫的、没人要的，陈米烂谷子，本小姐全要了。全要？而且我还要用2倍，不3倍的价格收，听懂了吗？许大小姐脑子怕是被门夹了吧？您刚才说要买什么？我说你库房里发霉着毛，给狗都不吃的陈米，我全要了。怎么，赵掌柜看不起本小姐的钱？不敢，您这是认真的？废话，本小姐养了批特殊的宠物，就爱吃这发霉的味儿。好米太金贵，他们吃不惯。荒唐！城外灾民连树皮都啃光了，你们倒花巨资买烂米喂宠物，何等歹毒！这就是朱门酒肉臭啊！丁，检测到群体仇恨值，奖励退休金20万。骂吧，骂得越狠，回家进度条跑得越快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要我亲自去搬吗？好嘞，来人！后院那几仓陈米全给许小姐装车。臭得熏人，赶紧拉去城门口。许小姐，1500升陈米，3倍价，这1万两。这是5000两定金，剩下的去县衙找我爹结账。糟蹋粮食，我心在滴血，可系统要我败家，只能演下去。走，去城门口施粥。这许有德教女无方啊，5000两买一堆烂米，嫌脑袋长得太牢了。李大人，你觉得他是在发疯？不然呢？三殿下，那批陈米吃了不出人命也得生病，买去施粥，摆明是羞辱灾民，激起民变。未必，李大人，你往楼下看，陈米被他扫空，粮商准把压箱底的米都翻出来，这粮价就得往下掉。可发霉的米谁肯吃啊？富人不屑吃，过得去的不愿吃，只有饿极了的人不嫌这口救命粮。一次冲好，烧的竟是真灾民。他在用最荒诞的法子压粮价，救灾民。巧合，这一定是巧合。是不是巧合？城门口看看就知道。走，我们也去讨碗粥喝。挤什么挤？没看见爷饿着吗？许家这锅粥，我们哥几个包圆了。殿下，您真要去讨那碗烂米粥喝？李大人，灾民受的脱了刑，前排这帮人倒油光水滑。这哪是流氓，是帮我回家的好人啊！系统，往救命粥里掺沙，算不算恶毒？丁，判定极度恶劣，恶名值2倍暴击。都给我让开！哎呦，手滑了。这么想吃，加了料的营养餐，管够。这泥汤子是给人喝的吗？本小姐的粥就这味儿，不吃让开。就这么走，没法跟李大人交差。乡亲们，这女人要害大家伙，砸了粥棚，抢许家才有干净米吃。来啊，快打我，朝这儿打！挨了这顿打，恶毒坐实，流放稳了。敢砸我们的粥锅，跟你拼命！那是吃的，那是命啊！剧本不对啊，为什么帮我？好粥，好粥啊！多谢大小姐活命之恩。大爷，这是泥沙，我是坏人啊！不，这是菩萨心肠。白米粥早让那帮恶霸抢光了，这掺沙的脏粥没人抢，我们苦命人才能喝上续命汤啊！多谢许小姐掺沙之恩。掺沙之恩，我只是想恶心你们啊！殿下，属下去拆了他的台。住手！
看下去。殿下，使不得。好一招掺沙施粥，以劣驱良，宁被骂名也要救人，这份风骨少见；宁被恶名，也要救这一城百姓。朝里那些清流大员也未必能及。萧某受教了。一锅泥汤喝出个忠良来了。丁，高层震撼，奖励退休金10万。你快摊点吧，再不摊，咱家忠良的帽子摘不掉了。哎去，奇怪，准是闺女又在败家，嘿嘿，真孝顺。殿下，那碗泥粥您真咽下去了？以劣驱良，这词儿是要上史书的，这粥确实难吃，对吧？这就不是人吃的东西。但它是救命的味道。荒谬，简直荒谬至极！泥沙脏水拿来充饥，这分明是践踏人伦。圣人说了，民为贵，这是拿百姓当牲口养，要害人性命啊！这老头能处，有事儿他是真上啊！听见没有？本小姐早说了，这就是喂牲口的法子。你这毒妇居然还敢承认！你骂他是毒妇，我问你，今日吃的若是精米，早让这帮流氓抢个公井，卖进黑市了。没力气哭的人，抢得过地痞吗？灾年抢粥棚，确实是常事。掺了沙，妇人嫌脏，恶霸懒得抢，这就是以劣驱良，活人无数。许小姐大意。这男人是谁啊？什么都能圆。大小姐，那是喂驴的。喂什么驴？给人吃。给我夹，树皮草根都往里扔。我看谁还敢说我是好人！米糠树皮喂人，还是人干的事儿吗？妙，大妙！这都妙，大哥你没事吧？诸位请看，米糠顶饿，树皮充饥，1斤好米就1个人；掺沙混糠，1斤煮出3斤，1000人变3000人。他宁可自污名声挨酸奴的骂，也要换满城百姓活路，这才是真正的圣人手段。活菩萨呀，这是要让我们都活呀！完了，这民心，往后谁动谁遭殃。丁，检测到群体极度感激与震撼。丁，奖励退休金30万。闭嘴行不行？我只想当坏人啊！爹，你快摊点吧！这世界疯了，一定是疯了！大小姐，您是大才，更是大善人。城门火跪完，回家接着跪。那陈米压了3年库，耗子看了都摇头。正愁雇人拉去烧，您全款一收，清了库存，还赚3倍。往后许家的生意，小的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给您办。爹，我真没想那么多啊，就是看那些钱不顺眼，想听个响。爹懂，爹可太懂了。外人看你是败家，是发善心；行家眼里这是做账。朝廷的赈灾银账上做成高价调粮，你5000两就买空了本地陈米，查账的见着粮，百姓喝着粥，公款名正言顺进咱家库房，钱要吞还得吞得名正言顺，让人感恩戴德。乖囡儿，你这招以次充好，比爹强太多呀！这个家干什么蠢事都能夸成权谋，爹，你快摊点吧！丁，陈米案结算，任务超额完成，奖励退休金累计增加50万。挺多，回现代才能花，白搭。丁，进阶败家任务发布，30天内完成10万两白银的资金流动。10万两，西品县令1年俸禄才几十两啊，家里哪来的10万两？翠儿，把家里和县衙的账本全搬来，我爹司库的钥匙也拿来。送礼部侍郎受礼，玉白菜1折银3000两，打点金茶考评，古画2幅，折银5000两。贪来的钱全填了官场无底凳，红木家具、古董字画全搬不走。好一个许家，锦衣玉食全是面子，现银连1万两都凑不齐。没钱我怎么败家呀？再去县衙复户名单的册子，还有历年欠税的名录，全给我找出来。小姐，您要这些做什么呀？刮地皮。家里就是个空架子，10万两的任务，那就只能刮地皮了。再写大点。小姐，这帖子一送，名声就真没了。我要的就是没名声。告诉这帮财主，少一个子儿，往后就别想在桃源县开张。明日午时，县衙一叙，入场费100两。这是要杀猪了！许家要宰肥羊啊！去库房把现银全点出来，今晚都别睡了，给我凑钱！
把大家叫来，没别的事，最近手头紧，想借各位的钱袋子花花。谁赞成，谁反对？大小姐，不是小的不借，实在是生意难做，这是小的棺材本，都给您，求您放小的一条生路。1家100两，这帮老狐狸在哭穷，嫌多，那我不白拿你们。许家贵宾通关令，1张200两，买了这卡就是我许清欢的人。查税的来了，报我的名。这哪是护身符，这是催命符啊！怎么看不起本小姐？来人！慢，许小姐，这张卡真能畅行无阻？废话，这桃源县我说了算，天塌了有许家顶着。诸位，这哪里是一张卡，这是特许经营权。做生意怕的就是衙役要钱，地匪要钱，1年下来利润去了70%。这200两买的不是纸，是把见不得光的打点变成明面上的契约。许小姐这是给商贾立规矩，大财。200两，这1号令我要了。许小姐，我要2号，谁也别跟我抢啊！连这位公子都抢头一张，里头肯定有门道，8号给我。检测大额资金流动，保护费变成了特许经营。我想做个坏人，怎么就这么难？丁，10万两流水任务进度40%。小姐，这些银子够咱家花好几年啦。花不了，这钱烫手，得赶紧花出去。翠儿，去把事业李胜叫来。大小姐，您找小的？去贴告示，许家招人，专招地痞恶暴，有案底的，最好没人性的那种。大小姐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组建找事大队，上街欺负人，把桃源县搅得鸡犬不宁。工钱1人1个月5两，签卖身契，管吃管住。5两？县衙捕快1个月才1两。让开让开，我先来的。想要钱，许家的银子只有听话的狗才能吃。大小姐，您这话说的可不好听，这钱我拿了，听不听话可就不好说了。李胜，这是许家的规矩，想拿钱就得签卖身契。大小姐，我签，我愿意签，我也签，我不听话。大小姐，我也签。钱管这俩字看着就不好惹。记住，你们现在是许家的脸面，把那股狠劲儿给我露出来。大小姐放心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今天的任务很简单，找摆摊占道的掀了，东西乱放罚了。你们是去立威的，不是去讲理。掀摊子我们熟，可这罚款罚多少啊？看心情，让他们知道谁说了算。得令，兄弟们，把狠劲儿都拿出来，走！民怨一粉腾，我这恶女名头就坐实了。这是哪儿来的鬼差呀？瞧着瘆人哟！这还是来我摊上吃白食的刘二吗？这哪是招打手，高薪养兵，另行禁使，这是造反的雏形。回府写密信，我要弹劾许有德意图谋逆。这次许家完了。找茬的恶犬全撒出去了，这条街今天非乱不可。好机会，就是这个典型，掀了他，进度条往前窜一大半。官爷，小的立马走，这就走。太掉价了！我如今是许家的人，踹这一脚，脏的是这身衣裳，脏乱没规矩。哼！没掀，还没砸。看清楚了，这路是给人走的，东西不许过线。炉子再敢探出来1寸，我收了你的锅。摆整齐，乱七八糟的，别脏了我的眼。谢官爷，谢官爷不杀之恩。强拆变成整理了。瞧见没？老大这才叫格调，再只会掀桌子骂街，就太没品了。你蔡爷子掉地上了，给我捡起来，捡不干净，罚款10文。那个卖布的招牌往上挂，挂到这条线跟隔壁一样高。排队买包子不知道排队吗？给我站成一条线，歪一下罚10文。不对啊，没人哭，没人骂，怎么还透着一股子秩序感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养的一群恶犬，怎么成了只会搞卫生的洁癖狂？官爷，这是罚款20文，您数数。下次注意，再有烂菜叶子罚50文。差哥，这线画的好啊，路宽了，我生意多做了30%。这20文罚的值，往后这就是管理费，我月月交。是啊，几位爷一站，哪个小偷敢伸手？这就是保护神啊，交点钱应该的。勒索变成了收费服务，变成了安保。报告大小姐，
整条街的刺头都平了，摊子横看竖看都是一条线。这条街现在连只苍蝇都不敢乱飞，光罚款就收了2两银子，这还没算他们下个月主动要交的管理费呢。完了，我放出去的是恶犬，收回来的怎么是一对洁癖城管？丁，恶犬变城管，管控有功，奖励20万。打砸抢是下三滥，把人圈起来定规矩，喘气都得交钱，这才是顶级反派。光划线不行，这地是许家的，他们赚的是我的钱，收租太土，叫特许经营费。李胜，去做一批许氏特许的木牌，明天起没牌子的不许摆摊，1块10两，每月再缴1两卫生费。10两，这是把小贩往绝路上逼呀！万一闹起来才好，闹大了我就能流放岭南了。懂？不交的，让他知道大门朝哪儿开。现在就去，我要看现钱。大小姐有令，这条街归许家管了，想摆摊儿得买特许牌，10两1块，没牌子的走人。快骂呀，快掀桌子呀！官爷，这是10两，这牌子我买，我也买，这是我攒的棺材本儿。给我2块，给隔壁老王带1块，别起排队，叫你们的规矩都忘了吗？你疯了吗？那是你1年的血汗钱。值啊！往年地痞衙村轮着收钱，1年就得7、8两。许家认的摊儿，官爷就是门神，谁敢欺负我们？别说10两，15两我也买。大小姐，一会儿功夫就收了500两。我想勒索，怎么就成了卖护身符？做加价，后来的15两，爱买不买。高啊，坐地起价。真是的，想做个赫人，咋就这么难呢？殿下，这是搜刮民增高啊！搜刮？你看那大婶笑得多开心。百姓要的不是钱，是安稳。朝廷给不了，许家给了。可这契约一立，规矩就成了。这许清欢是个懂治事的。殿下，去哪儿？去徐府。这特许经营的法子，我想跟他好好聊聊。殿下留步，徐府去不得，这是乱政，用流氓治民是饮鸩止渴呀！这些个名目全是与民争利，小贩1年辛苦钱才不到10两，他张口就刮走1层皮，要出民变的。先生看看楼下，那是谁家的马车？赵家的车，他从不走这条脏街啊。这路从前脏水横流，如今路宽了，地净了，富户的车马肯进来了，富人肯下脚，摊贩的货就卖得上价，1两卫生费换的是翻倍的客流，这笔账摊贩比先生算得清。都给我听好了，牌子只让你们能摆摊儿。现在聊聊摊位在哪儿？街口是黄金地段，街尾鸟不拉屎，凭什么大家交一样的钱？所以本小姐决定改规矩，分区竞价。甲区在街口最显眼的地方专供大户，乙区中段，丙区街尾。甲区底价10两起拍，价高者得。没钱的去丙区待着。10两，那是我好多年的积蓄啊！10两，我要那个甲1号位，我出12两。苏杭的丝绸摆街尾，谁看得见呢？刘哥，咱俩凑钱把乙区拿下来吧，1000文，1人摆半天。行，干了！挑拨离间，咋就众筹上了呢？32两，这位置我要定了。成交嘞！甲1号归赵家米铺。丁，检测到群体情绪。狂热与敬畏，竞价激活全线商业潜能。品牌溢价超10万两，奖励退休金50万。名声没臭，钱倒越来越多。这品牌溢价听着还挺高大上。半个时辰4、5千两。他这一手敛财，实际是用银两筛商户，用地段分客商。朝廷只会加税，不懂生财。他这套法子。或许是大钱破局的关键。这哪里是败家女，这是国事。大小姐，摊位钱收齐了，4800两。钱太多了，这是催命符啊！这钱脏，我嫌占地方。找工匠把这路给我撬了，换成苏州金砖。撬了？这可是前年刚铺的青砖啊，好着呢。太素，换皇宫铺地的金砖，要敲着有金石之音的。我要这条街，大家都得脱了鞋才能进。1两黄金1块砖，这得10几万两啊！灯笼全换双面苏绣的，点焦油香烛，亮得睁不开眼。灾民城外喝粥，我城里铺金砖，仇恨值还不拉满。去办，今晚就动工，谁敢拦着，让他来找我。铁拳帮办事，
闲杂人等都让开！大爷行行好，钱都交给许家了，那可是15两啊！许家，这桃源县地界从来是个铁拳帮说了算，交许家的钱那是你们蠢。铁拳帮的利钱1文都不能少，谁敢不交，这就是下场。两头都要钱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有人在动我的钱，砸我的提款机，反了！刘二，你们是木头桩子吗？1个月5两银子，管吃管住，是养你们当摆设的。有人砸我的摊子，抢我的钱。那个卖菜的是我的韭菜，懂吗？除了我，谁也不能动。给我打！把这帮抢食的腿打得了扔出去！这桃源县的钱，只有我许清欢能收；这条街的规矩，只有我许清欢能定。都听见了吧？大小姐发话了，这帮人是要砸咱们的金饭碗啊！兄弟们，有人要断的财路，废了他们！敢砸许家的场子，敢动许家的田，你赔得起吗？这大婶还要给大小姐交钱呢。拖走，扔出城去，告诉道上的人，这桃源县主街姓许，谁敢伸爪子，我就剁下来喂狗。恐怖如斯，这才是真正的恶霸呀！茶有点凉，但解气。继续做生意，谁敢偷懒不赚钱，下个月涨租子。以前铁拳帮收5两，小丽瓜3两，一匹再顺2两，月10两打底，交许家1两管理费，买的是绝对安全。许小姐圣明，以前咱们是烂泥，谁都能踩一脚，这哪是交钱，这是供着活菩萨呀！管理费涨到2两，我们也交。许小姐救命之恩，要不是许家，我这命就没了。许小姐是好人，是大善人啊！许小姐仁慈，许小姐威武。丁，检测到群体极度感激与依附，暴击奖励，退休金增加20万。不恨我割韭菜，反倒谢我赶走了背的猪。既然喜欢被剥削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传令下去，下个月起管理会涨价。许小姐圣明，涨价还喊圣明，以雷霆手段显菩萨心肠，这就是帝王心术。大小姐深不可测。涨价了，他们反倒交得更欢了。丁，现银突破20万两，流放进度90%停滞。这钱得扔得全天下骂我败家。就你了，兔子都不去的牛首山，10万两拿着。1个月我要在这儿看见一条路。大小姐说的是城西那座黄山，10万两砸进去，仙儿都听不见啊！我想上去看风景，不行吗？城外那几千流民全给我招了。可那都是老弱病残，怎么干活啊？只要能喘气，搬得动1块石头就要。工钱呢？按规矩管2顿稀饭就成。不给钱，1天100文。100文够一家5口吃3天饱饭。还管饭，1日3餐，顿顿有肥肉。你以为我是发善心？100文那是买命钱。给了钱，我就把他们当牲口使唤。小的明白了，那材料买灰粉，再买粗铁条埋进路里，让他们搬得更费劲，累垮他们。声势给我造大点，告诉那帮穷鬼，来了命就得给我留下。哪有什么买命钱，这是以工代赈，是给那几千劳民找活路啊！大小姐要拿10万两修牛首山，灰粉铁条铺路，骆民1天100文。牛首山易守难攻的制高点啊，灰粉遇水能凝得跟石头一样硬，再用铁条做骨架，这是要修千年不坏的战备道啊！库房银子全拨给他，不够就卖画。大人，那可是前朝孤本啊！画再金贵，金贵得过我闺女。许家招工修路，1天100文，管肉，1天100还管肉。做梦呢吧！白纸黑字，还盖着许家的大印。俺这把老骨头还搬得动石头。去牛首山，跟着许家有肉吃。选我有力气，我能搬石头。行行好，我家3个娃快撑不住了。大小姐，锆石一贴，全来了，栅栏快顶不住了。要是冲进来，咱们不够塞牙缝的。怕什么？一群恶鬼，给点骨头就能拴住。恶名传出去，进度条就得往回拉。都给我闭嘴！我
许家是招工，不是开善堂。想要钱，想要肉，那就得听我的规矩。那边只要老弱病残，哪有只要老弱病残的道理？没听懂？青壮年心眼多，不好管，我就要没力气的。这种人好欺负，给点钱就肯卖命。这话传出去，许家名声全臭了。青壮年自有人要，这100文得给真正没活路的人。选我只有一只手，我最听话。还有我60了，腿脚不利索。我带着孩子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放人，先放500个进来。别急，再提取消资格。谁敢乱动，我就抽谁。那个腿脚不利索的进来，那个抱着孩子的进来。我们也想卖命啊，大小姐。把钱抬上来，还有肉。今天的工钱预支，吃了肉拿了钱就上山搬石头，谁敢偷懒，这钱我就收回来。是真的铜钱啊！大小姐是菩萨，菩萨保佑，许家大恩大德。丁，检测到信仰及感激情绪，民心所向，奖励白银50万两。都说了拿你们当牲口，你们还拜我？吃完了就给我上山干活，搬不动石头的晚上没饭吃。是菩萨。好，给活菩萨修金身去。才几天，路径就铺出去几10丈了。大小姐，这灰粉太难伺候了，毫无粘性，拌了水就是一滩稀泥啊！我就要它烂，越烂越好。那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大小姐恕罪，这就砸碎重新。上辈子的烂尾楼就是这手感，这不就是水泥吗？拆都拆不掉，这才是败家绝户计。大小姐，这东西硬，它能防盗啊！铁条埋土里，容易被人挖走卖铁，可这灰浆一干，铁条就咬得牢牢的，铁锤砸也抠不出来。神技啊！铁条跟山长在一块儿，谁也拿不走。我巴不得有人偷，偷光了我好再买。防盗有点意思，我许家的东西，哪怕一根钉子烂在地里，也不能便宜了别人。这配方还有谁知道？没了，就咱这儿几个窑匠知道。100两是赏钱，也是买断费。这法子就是我许家的独门秘方，谁敢偷用，这法子烂在小老子肚子里。传令下去，所有路段都按这法子弄，铁条使劲加，要硬的雷劈不开。这是拿银子往地里浇啊！瞅得好，一看就知道是我修的怪物。公村520两，肉食230两，灰粉、铁条、河沙、杂项8550两，总计9300两，一天就花没了咱县半年的赋税啊！舒服，看钱变废料比赚钱爽多了。这么败下去，朝廷迟早来抄家。抄家好啊，抄家就能回现代了。睡觉，明天接着花。10个肉包，2碗豆浆，要热乎的。牛首山修路的工钱，今儿刚发的。好嘞，爷稍等。猪不养肥了，怎么过年？这哪是商业复苏，这分明是养蛊。这帮奸商用我的钱赚得盆满钵满，借鸡生蛋，蛋生了一鸡都要。传令开了张的，统统上交2成流水，是流水，不是利润。收不齐就砸铺子。大小姐，朝廷上税才30税1呀，2成流水是明抢，会逼反的呀。逼反？不反我还不收呢。闹得越大，桃源县的天才塌得越快。最好闹到京城，把我流放了事。去收，杀威棒全给我亮出来！许家有令，收市场繁荣费，流水2成，日落前当场交情。李师爷，流水2成，外加2钱茶水费。王掌柜，你没听错，这可是割肉啊！割什么肉？您这账得这么算吗？以前满街乞丐10文钱都卖不出去，今儿辽民兜里有钱，我半天就卖了5两银子的布。这是投名状，往后就是许家罩着的人。谢大小姐赏饭吃。大小姐，收齐了，38两6钱，一个闹事的都没有，都抢着交呢。明抢2成流水，就收回来38两。出去，都出去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。公子，2成流水明抢，怎么没人骂他？因为这是活水，发米吃完还是挨饿。他发的是钱，钱给流民，流民就商化，商化再进货，这一圈转下来，所有人都有活路呢。他把许家的银票变成全县的活钱，这等理财鬼才，要是能入主户部，大钱的国库有救了。明抢2成流水，就收这么一小项。丁，发布新任务，贪污50万两，限时1个月，资金自筹。50万两，我去抢都抢不够啊！大小姐，出事了！
出什么事了？山塌了，流民反了。牛首山停工了，锄头断了好几把，工匠们都说挖到山神骨了。备车，我倒要看看这山神骨有多硬。大小姐恕罪，地底下全是黑石头，动了山神的骨头要遭天谴呀！品位这么高的赤铁矿，还是露天的，这哪是什么山神骨？这是钱啊！大小姐，私采铁矿要诛九族的呀！诛九族好啊，没准先把我流放岭南，私采国矿倒卖物资，贪污巨款，一条龙干下来500万两都挡不住，完美，这才是真正的窃国大盗！李胜，封山，路口全给我堵上。从今天起，这是许家的矿场，这是钱，给我挖，这层皮全给我扒了，敢漏半个字，就永远留在这山上。举报私蚕偷懒的，赏银100两。挖，给大小姐挖钱。这，快点运走，盖严实点，别让人看见。原来如此，灰粉这矿渣，铁条扛矿车，这丫头是走一步看10步的妖孽呀！爹，这石头好看，我挖回去垒假山。几万斤铁矿垒假山，这一手得学。好看，这石头发亮是好东西，多挖点。这东西只能咱家自己赏玩。这老头老糊涂了，这就信了。对，咱家自己玩，我趁夜里运。好，闺女长大了。李胜，调3班衙役围山，鸟也不许进。就说大小姐修楼不喜欢人打扰。得令。这父女俩是要关门发大财呀！50万两，到账的声我都听见了。这座矿，咱许家就稳了。矿挖出来了，原矿一卖就露馅儿。李胜，把百里内的铁匠全请来，工钱5倍，手艺好的我给10倍。大小姐，咱这是要开兵器局吗？闭嘴！谁说我要造兵器？我要造农具，锄头、镰刀、犁兵，多一把菜刀都不行。卖农具的钱不入账，全是贪污业绩。日结100文，管饭有肉。好铁，这是金刚啊！打成刀的话，闭嘴，就是锄头，太硬了，能传3代，谁还买第2把？一把锄头的成本1两3000银子，卖200文。多少？这1把就得亏1两多啊！我就是要把几个县的铁铺全击垮，我就是要赔钱，我要的是现银。还有，从今儿起，账本做2套，一套给官府看，月月报亏1万两；另一套记实账，现银直接送我房里。藏富于民，大小姐在下大旗呀！抓药，别拿干草凑数，要真的当归。足称的当归，小哥拿稳了。生儿，这药哪来的钱？俺挣的，日结100文。娘，咱有活路了。这不是钱，是娘的命，是俺的骨头。大小姐，俺这条命，往后就跟您。都给我停下！吃的挺香啊，知道这肉是谁给的吗？我给你们吃穿，不是因为我心善，是因为我要买断你们的命。拿了许家的钱，命就不是你们的了，前头是刀山火海，也得给我往里冲。大小姐，您给了俺们活路，这命就是您的，我们刀山火海不皱眉，愿为大小姐效死。我是来班的，这反派还怎么当？好刀藏锋于盾，大巧不武。战事一起，这就是收割骑兵的死神。牛蜀山那帮人天天对我磕头烧香，方才西市那一街脏臭，全是银子。李胜，全城公用茅房有多少？110来间，他的他，漏的漏。好，全给我封了，一间不留。封茅房，百姓内急是天大的事儿啊！急就给钱，1文一次，包月20文，随地解决的罚10文，没钱挖空抵债。守茅房的去刘军营招，就要刘民堆里最被人嫌弃的黄浩服，胸口画圈，背上写夜香。从今天起，这就是许家的夜香司。桃源县的天，怕是要变黄了。这满街的骂声，比小曲儿还盛。干什么？老子解个手也犯法？大小姐说了，不交钱也行，当街解决，完事自己跑去城外买。我去茅房，我给钱还不行吗？许小姐大义，造福桑蜀的大功德啊！拿走，我是为了收钱，不是听马屁。是，我要的是怨声载道，不是歌舞升平。谁在闹事？给我狠狠的打！许小姐，行行好，卖给俺吧，庄稼都快黄了，等着金枝救命呢。咱家肥发酵过劲儿足，他们抢疯了，俺出3文一桶，谁也别跟俺抢，我出4文。排队。
两位一统，谁也不许抬价。许小姐仁义，活菩萨。测费、罚款、卖辅料，净赚3000两。我明明是来折腾全城人的。丁检测到大规模群体情绪变动，奖励判定，退休金追加80万元。80万！回家进度条呢？怎么纹丝不动？我要的是流放，是抄家啊！太干净了，唉，起码赚到了钱，不是吗？一坑臭粪赚3000两，还喊活菩萨。吴大夫，你看那白气是不是毒？大人，古书有云：机会生障，这气发黄，味如腐尸，再聚着不散，怕是要生大疫呀！好一个大义呀！垄断茅房顶多算个奸商，可造瘟疫就是谋逆的大罪。这坑粪就是我升官发财的路。许家这回是真完了。许氏女聚全城之慧，名为积肥，实为炼骨，毒气冲天，飞鸟不过，其心可诛。连夜及地，送进京里。再去放话，那肥是拿尸毒沤的，种出的粮食吃了全家暴毙。听说了吗？那不是沤肥，是养瘟神。我二大爷家的狗路过都吐了。他要把全县人毒倒，发昧金财啊！毒奴，别往这边过，他们就是扫个街呀！殿下，前面就是了，这味道不对劲。他从前再怎么败家，账都算得通。可没人敢拿瘟疫开玩笑。这个局，他怕是解不开了。这些可怜人就是许家试毒的药渣，方圆5里草木枯黄，飞鸟都不敢落。再不填坑，把许家门下狱，毒气进了城，10万百姓就完了。许家下台，填坑，必须填坑！让开！都给老子让开！没长眼啊！他还真敢来。李大人挺有情调啊，大热天的，在我家金库门口煮醋，是想给我这坑宝贝入个味儿吗？还敢嘴硬！你炼毒害民，罪证确凿，今天大罗金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！都聋了吗？拿下！给我拿下！头儿，倪先生，那可是刘二麻子啊！来呀，谁想跟我这根罐子认识认识？饭桶，一群饭桶！李大人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啊。你说这是毒，行啊，你懂得多，那我就当着大伙的面把这毒给炼到底。查封了官府传手一脉，许家还是转，不行，得当场毁成生渣。李胜，大小姐，小的在。去把周围的干草烂叶子全割来，再去牛首山拉几十仓滚烫草木灰。大小姐，那灰碱气大，交粪闭嘴，让你去就去，我要把这堆东西彻底搅浑了。哪怕1两银子，也得让它烂在泥里。滚烫碱灰浇粪堆，呛人，但伤不了人。大小姐，灰到了，30车，车车烫手。到，给钱就干，弟兄们，倒啊！给我搅，狠狠的搅！我的眼睛，毒气，真的是毒气啊！妖术，这是妖术！他在炼毒，他在加速毒气扩散！快跑，毒气进城了！殿下，撤吧，这味儿太冲，马都惊了。我读过万卷书，也见过江湖奇术，可眼前这一幕，超出我的认知了。跑什么？都别跑啊！这可是我花大价钱挑的好东西，谁要是敢跑，我就把这东西挑到他家门口去。罗刹恶鬼来索命了！疯了，全疯了！许家这是真要造反啊！这一步，我是真看不懂了。怕了吧？看谁以后还敢喊我活菩萨！李胜，去买油毡布，有多少买多少。大小姐，买油毡干啥呀？这都炸了！封上，把这几座山给我5严实了，准的烂成一锅粥，倒贴钱都没人要。你疯了！养着毒气，你想练蛊王吗？怕了就躲远点儿。这块地现在姓许，看是衙役跑得快，还是毒气飘得快。三皇子有令，别打草惊蛇。三皇子也在看，这是给本官撑腰啊！有种你就疯，本官围他个水泄不通，毒气一炸营，就拿你许家问罪。围了3天，苍蝇都没飞进去一颗。那许氏女倒行逆施，用油毡封毒，捂了3日，里头早化成剧毒热煞了。如此高温，必是毒火攻心之兆。这许家当真是丧心病狂。哟，李大人这是给我的烂泥山送行。你就装吧，今儿当着学政大人的面，本官就揭了你的画皮。来人，开！
咦，这是什么味儿？不臭啊，怎么还有点香？不对啊，捂了3天怎么不臭了？烫，这不可能！本官封的明明是毒。神迹，这是神迹呀！古籍写的明白，会叫化泥，其色如煤，这哪里是毒？这分明是熟肥呀！什么肥？叫热气闷透了，全是地力的精华。庄稼吃的大补丸，1把顶10把生分。好土啊！俺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没见过这么好的肥。丁，奖励判定，退休金追加100万元。许小姐，俺出5文1捧，卖给俺吧。我出8文，谁也别跟我抢。俺们赵家庄全包了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完了，这回不光没破产，还得当大千最大的化肥商了。发了，满城的夜香比金子还值钱啊！闭嘴！再说话把你埋进土里当肥料。我就想当个祸害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趁乱跑到马上，冲出县就没事了。李文成，你想去哪儿？下官想回衙门去些封条来。封条？你要封什么？封这天降的祥瑞，还是封这万民的活路？奏折里写的毒气屠城呢？睁眼看看，这分明是活人无数的宝贝。大人，那是妖术啊！黑土是障眼法，过几天准显毒性。您是见不得咱过好日子啊！救命的肥到您嘴里成毒药了，您的心是黑的吧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是通判！让让啊！刚买的肥撒了赔不起，大人小心，这宝贝粘上洗不掉。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李大人，您的鞋不要了，留着吧，给许小姐当肥料。公子，他这是傻人有傻福吧？傻福？你怎么也这么肤浅？封茅房收钱不是敛财，是集缘，不收钱哪来这堆成山的原料？那油毡封山总是昏着了吧？油毡是给土堆捂热气温养成肥，最后那把草木灰才是神来之笔。借毒气的名头，让官府哪一替他收场，一步一还。他这哪是恶女，是个妖孽啊！变废为宝，没花过府1分银子。这心凶手段，一品大员不过如此。这是国事啊！别收了，跟他们说没货了。大小姐，这几座山是第一批，接着舞，咱家就是大前第一肥商。我想回家吹空调，不想当肥商啊！李胜，这肥卖了多少钱？粗算得有个5000两。去打听哪里的坑最大，生意最难做。这5000两连家底全给我砸进去，就没有让我安静破产的项目吗？你这是又要布大局了，这就去办。后头排着去，输肥1人就2桶，挤啥呀？我这罐是员工福利。哼，到清河地界喽，这就受不了了。这地界就没人管吗？这么大味儿，不归许小姐管，谁管泥腿子的路哟？你这是嫌咱家穷摆架子？不是嫌穷，这味儿熏人，咋不撒点石灰？庄户人家哪有讲究，食不要钱啊？拿去煮了吧，多放盐，别不舍得。这光景还吃上肉了，发财了？发什么财？受罪！有肉吃还受罪？你这叫什么话？许小姐非逼着穿这衣服，说要体面，还得天天洗澡，不洗干净不发工钱。洗澡？肥皂搓的皮都红了，咱庄稼人有点泥怎么了？那这么折腾，给多少钱啊？300文。一个月多少啊？1个月300文，顿顿有肉。说是工伤补贴，怕把人熏坏了。这哪里是受罪，这是去当祖宗了。钱多了也没处花，还得防着被罚款。这地太硬，今年怕是又要减产。试试这个，就一把铲子能顶啥用？这是啥铁？许家铁铺打的残次品，200文1把，1把顶3把，这哪是铲子，是传家宝。熟肥，许小姐肥厂里炼出来的宝贝，神药啊！枯苗当天就反绿了，省着点用。这东西在桃园得排队抢。这哪是土，这是庄稼人的命啊！这哪是看亲戚，这是在看活路。桃源县招人不？听说那边什么人都收，肯干就行。那咱这地里刨不出屎。去那边掏大粪，都比在这儿当财主强。这事儿得连夜报县太爷，桃源县来挖咱清河的根了。大小姐，报了，又报了，清河的订单都排到明年开春了。丁，检测到万民贵县，流放进度回退。我得在这儿当一辈子化肥女王了。都别算了，这天大的喜事儿，咋就不让算了呢？钱搁在库房里就是祸害，
不花出去，它就不会消失。从今天起，许家两不留，库房不留现银，账面不留余粮。你看这天黑的，我要点灯，亮的耗子过街都看得清宫女。每隔10步立根灯柱，柱子要汉白玉的，灯油要东海椒油，全江南的存货都给我扫空。汉白玉是修皇陵的食疗，椒油是皇宫都点不起的呀。灯罩用五彩琉璃，砸了就换新的。琉璃是贡品，有钱也买不到啊。你当我不看账本？我爹司库底下肯定搭着黑市暗线，拿他的牌子去提货，走黑市加急，3倍运费我也认。动用老爷的保命暗线就为买征兆，这是把底牌亮给朝廷看自污啊！3天之内这条街亮不起来，你就进堆肥厂饿熟肥。小的这就去办，保证铜板都不剩。许小姐是钱多烧坏了脑子，租棚拆了种花。整块汉白玉的珠子，这是把金砖往泥地里铺啊！真点啊！这一碗烧豆油够吃1个月的粥啊！点。这还是晚上吗？龙王爷显灵了吧？吴业成，这是把银河拽下来了吗？把账本拿来。零1个子儿不剩了。舒坦，这5000两总算败干净了。真要点一宿，后半夜没人，不白烧吗？只要天不亮，给鬼照路不许灭。我要让这桃源县从此再无黑夜。哎，你看那花，红的跟胭脂似的。看什么花？那是灯好看。这凳子不要钱呢，比屋里凉快多了。嘴干了，肚子饿了，这可都是生意。嘿，老婆子别睡了，起子，瓜子、花生、酸梅糖，全给我端出来。来个饼加个蛋，多刷酱，来碗酸梅汤，我要凉的。赵四儿，好酒拿来，今晚就在这儿喝了。大小姐，这街咋比白天还热闹？大小姐，许大人让我报喜，就这一会儿，商税比白天1整天还多。大人说了，这焦油灯烧得值啊，赚了，咱们这次又赚翻了。夜市经济，我把灯一点亮，竟给他们搭了个通宵营业的聚宝盆，怎么败家又失败了？丁，检测到宿主连黑夜都不放过，强行延长百姓劳动消费时间，资本家嘴脸出血。李胜，小的在。他们这么喜欢蹭我的光，就别客气了。这街上的光是我许家烧钱点的，这地上的砖是我许家花钱铺的。传我的话，明天起摊位费翻3倍，想蹭光按10肯收费，光照费、板凳磨损、花草观赏费一样不能少。他们赚的钱我要抽成，花的钱也得流进我口袋。这灯既然灭不掉，就让它烧得更旺。我要用他们的钱来养我的灯，再用我的灯去榨干他们最后一个铜板。高，实在是高，这就叫羊毛出在羊身上。败家失败，不，这叫收割模式。有了这笔钱，下次就能玩个更大的。听说了吗？桃源县大晚上满街点灯，亮得跟白天似的，摊位费翻3倍，蹭光按10肯交钱，叫什么光照费？都哑巴了！第10届诗词大会眼看就到，帖子全发出去了，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，传出去清河的脸还要不要？山长，王进士这回省亲，带着户部侍郎家的亲侄儿呢，在宋公子跟前露个脸儿，比苦读10年管用。这是通天的梯子。升平楼我昨日去看了，楼梯踩上去吱呀乱叫，那是待贵客的地方吗？要不去李员外家的园子？俗，范言的满院子铜臭。你想让宋公子吐出来，那去云隐寺、深山古寺总不俗了吧？远，马车上不去，摔着贵人谁担待？县衙拨不出银子，咱们也没钱啊。要不推迟，就说准备不足。糊涂，帖子都送到王进士手上了，你这是把人往外推。山长，学生听说，学生听防火有个地方会不是本县，是隔壁桃源县。你读书读傻了吧？那地方满大街都是要饭的，是让宋公子去踩满脚烂泥，还是闻许家丫头那恶臭肥料？这哪叫办事会，这叫流放！不知轻重的胡话，以后少说。不是胡话，我表哥半月前刚从桃园回来，他说那边现在
不一样了。山长，您这是？怎么不一样？馅儿饼把穷窝砸成金窝了。我那货郎表哥亲眼瞧见的。桃园在修路，一直修到牛首山，雇了几千流民，漫山遍野，热闹得很。几千流民凑一块儿，那叫乱民。扎营的祸患，也敢往贵人跟前领？几千料民，别听他胡咧咧，咱在意别处吧。不，这地方选得好啊！您是说那个又穷又臭的桃源县？你们呐，还是太年轻，看事只看皮毛。宋公子这趟南下是替他忽部的叔父探查民情，诗会办进园子里，那叫为新祠桃源县呢，那儿流民遍地，满眼的疮痍。宋公子往那儿一站，皱皱眉，叹口气，那就是心系苍生，悲天悯人呐。宋公子往那儿一站，皱皱眉，叹口气，那就是心系苍生，悲天悯人呐。给他搭的不是戏台，是背景板。等他挥笔一篇哀民生之多悲，这就叫借势，借着满城的疮痍，成全贵人的一世清明。高，实在是高，这一招把人心算到骨头缝里了。妙啊！太奢华反倒害了宋公子，带他吃苦看灾民才是高级马屁。万一那许家大小姐冲撞了贵人，无妨。那许有德是个官迷，拜帖一送，身份一透，自会扫街赶人。哼，至于许家那丫头惯坏了的罢了，一身铜臭的商贾女，头都不敢抬。嬷嬷，我亲自给王进士写信，信里头不提一个穷字，只写8个字：名声多艰，百业待兴。办不成的难全推给桃园了，这就叫化腐朽为神奇。快马，今夜就送到王进士的驿馆，就说是清河读书人的赤诚之心。妙哉，妙哉呀！山长妙计，妙哉！人比灯还多，这桃源县得限流了。再赚下去，10亿退休金就飞了。入城保证金，1人500文，还得找1名本地商户作保。得嘞，大小姐您就瞧好吧。去吧，吓得他们扭头就走才好。别挤啊，踩着老子的鞋了！让让，老子的粮食送府城的。都要造反吗？排队！谁再敢挤半步，插出去不许进城！官爷，城门都开了，怎么还不放行啊？做生意先看牌子，入城保证金500文，本地商户作保。500文，这不是抢钱吗？嫌贵别来啊！清河不收钱，连大分也没人收。这是桃源县，许小姐说了，地界金贵，容不下闲杂人等。给不起钱的，趁早掉头回家。路平灯亮，苍蝇都不敢乱飞。这哪是过路费，这是门票啊！我交，不用找了，上兄弟们喝茶。我出2两，谁给我做个保？我也交，我出双倍。谁呀？敢碰老爷我？乱扔吐痰，罚5两。5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和你们县城。10两，抗拒执法，罪加1等。按条例，还得站岗半个时辰。让我穿这个，老子有的是钱，给100两，这岗我不站。给钱也得站，这条街钱不是万能的，规矩才是。瞧，外乡来的土包子，这街是许姑娘花大价钱铺的，哪能让她糟践？罚得好！邪门，这地方钱不好使，规矩好使。大小姐这招赶人，怎么赶着赶着人更多了？许氏护卫费3两，道路磨损府城进2两，夜间光照费5两。名目都恶心成这样了，怎么还没停？大小姐报了，又报了！光城门保证金3天就8000两，杂费罚款全算上，库银没地方堆了。商户们交钱不但不骂，还抢着问能不能预促明年的。这帮商户有病吗？他们说交了钱就是许家罩的人，比起防泼皮打点衙门省一大笔。丁，收益结算到账。丁，任务发布，请宿主在限定时间内。这破系统逼我的。李胜，他们不是爱交钱吗？我把门槛拔到天上去，看谁还敢来。大小姐，您吩咐。第一，经商必须买牌50两。第二，得守我36条规矩，违者没收木牌，终身禁入。第三，名额500个，先到先得，半个时辰，告示贴满全场。这回总该卷铺盖走人了吧？骂吧，使劲骂，骂完赶紧走。你们的钱只能交给许家，地痞衙卫敢收1文利钱，就是抢我许清欢的钱。交了钱，人和货就是许家的私产，
谁敢动，打断他的腿！这陶渊也太狠了吧！全是我的钱，我的财产，快骂！票啊！这哪是笼子，这分明是金钟罩啊！对呀、黑虎帮的利钱，衙门的火扫，一年打点哪止100两，还得当孙子。为保许家，小鬼全替咱挡了。50两买个平静，活菩萨下凡啊！名额只有500个，快排队，不然连送钱的资格都没了。靠前的编号我加10两。这帮人的脑回路是不是有病？许小姐英明！唉，原来赚钱这么容易吗？人到哪儿了？快着点儿！探子刚回话，车驾过了五里亭，这就进城。桃园那把邪火烧的满城都亮，可算把京里的贵人招来了。宋公子，您下车，楼上已经给您备好了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净水坡街？这是给您压一压尘土。我看你们是在和稀泥。哎呀，快什么去？快抬红毡子来，铺上，铺厚点儿。罢了。公子一路辛苦，这是下官和本地乡绅的一点心意，给您接风。这一桌花了多少银子？不贵不贵，都是本地的野味，对在身侧的守乡绅们的一点孝心。清河今年遭了旱灾吧？城外流民还在挖草根填肚子。你们倒好，坐这儿啃熊掌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这饭我吃不下。公子息怒，公子您消消气。公子教训的是，可这桌酒菜不是下官们贪嘴，实在是，这是一顿发饭啊！发饭？这话怎么说？公子有所不知，是隔壁桃源县欺人太甚，那许家恶女以商乱政，把咱清河县的血都吸干了。桃源县就是那个修路，修得满城风雨的许家。那哪是修路，那是修坟！几千辽民关在牛首山做苦役，稍一懈怠就鞭打脚踢，还给每人编了号，胳膊上刺字，签了死契，不许走半步。那许清欢为了敛财，竟逼着残家老人去掏粪，穿绿衣裳游街，谁不从就不给饭吃，连百姓上苗房都收钱，交不起就拉去矿山抵债。朗朗乾坤，竟有这种把人当牲口养的妖孽！你说的可是实情？下官若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。这伤就是去劝阻时被许家家丁打的。这饭我不吃了，明日一早备车。我倒要看看这许家敢把百姓当牲口养到几时。先生这招祸水东移高，这不叫祸水东移，这叫借力打力，让京城的贵人去治他，他一封折子就够许家喝一壶。这宋公子看着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主，越揉不得沙子越好。到了桃园，不用咱开口，他自己就把许家拆了。都给我冲干净了！咱桃园是讲究的地方，见不得脏东西。不管哪儿来的车，只要轮子上带泥，一律不许进城，罚银1两。没钱就把轮子卸了抵债。头儿放心，连只带泥的苍蝇都飞不进去。这就到了。公子且看，这就是那些流民。正是。桃源县闭门不纳，这些百姓求告无门，只能在这儿苦守。公子，您看那中间那几个挥着纸张的，怕是在拿身家性命换一张进城的路引啊！那守门的为何都拿着棍棒？行的是驱赶之责呀！那许家的鹰犬最是心狠手辣，流民敢靠近，轻则一顿乱棍，重则打到爬不起来。公子，您看那地上，那还是没干球的血迹呀！岂有此理！停车！公子，这儿还在城外，流民聚集，怕是有些危险。我若连下车都不敢，还谈什么替君分忧、体察民情？我倒要看看，这许家的棍子敢不敢打在我身上！
公子，那边乱，咱们还是……别推，别推，踩着我的鞋了，这可是内造的缎面儿。500文，我出5两，给我个号。前面的快点，磨蹭什么呢？再晚今天的名额就没了。公子您看，这就是许家的手段啊！哪怕是逃难，也得把人最后一点棺材本掏干净。那些喊价的都是被逼疯了的富户，想给家里留个种，没钱的就只能在路边活活饿垮，连进城的资格都没有。那是最后的饭，许家怕饿殍太难看，临了施舍一口，吃了这顿就是爱。懂不懂规矩？那是黄线，踩线了，知道吗？退回去。是，军爷教训的是，小的眼珠，眼珠。住手！喊什么喊？排队去！没看见后面几百号人都等着呢，想插队，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界。我不插队，也不进城。我只问你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这儿设卡勒索？谁给你的权利，敢随意辱骂百姓？勒索？识字吗？桃源县入城管理条例，这叫保证金，这叫维护秩序。强词夺理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至此求生。你不开仓放粮也就罢了，竟还设卡盘鳖，这一张张银票是多少人家的卖命钱，你拿着就不放痛吗？诸位莫要怕，今日我宋某在此，定要为诸位讨个公道。这等恶奴，这等黑心的规矩，今日必要废了他！您要是没钱交保证金，能不能往旁边让让？别挡着我们交钱啊！晚了这号就没了。今天的名额只剩30个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在勒索你，他在压榨你。压榨什么呀？我这是自愿的。昨儿赵老四进了城，今儿早就抢到个摊位，半天就回本了。我这500文算个啥？您行行好，别在这耽误大家发财。哪儿来的书呆子，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别挡道，我的货都要搜了。哼，听见没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这位公子想行侠仗义，回你们清河县去，别在我们桃源县挡着大家发财。哼，我们这儿不兴那套虚的。还有，你的靴子踩线了，罚款10文，交钱。这也是规矩。桃源县交通与秩序管理法第10条，越线插队无故逗留，妨碍公共秩序，罚款10文，限你10息之内交清，不然拖车。哦，不对，拖人。哎呦喂，我的公子爷，您倒是快点啊！军爷，这10文钱我替他交了，再赏您20文喝茶，求您把他弄走，别挡着我这号。你什么意思？想害我？徐小姐规定我们这些人不许拿你们的钱，收好了。哎呦，官爷，桃源县实在是世外桃源了。我去的地方多了，都习惯了，不是故意的哈。没事儿，你这种人我遇到多了，以后给我注意点。下一个。这成何体统？公子您没事吧？苏山长，李县令，这就是你们说的流民，这就是你们说的哀鸿遍野。公子，这些人是被逼疯了呀！您听听那惨叫声，那是绝望啊！50两，我不活了，我出50两。看，那是谁在哭诉？定是被许家逼得倾家荡产。100两，我抢到了！甲字号摊位是我的了！哎呀，慢了一步，那可是黄金旺铺啊！老赵，你个挨刀的，借我50两，你能怎么着？这下好了，只能去抢乙字号了。苏山长，这就是你说的惨绝人寰。这或许是回光返照，
或者是某种特殊的刑罚，逼人花钱，这不比杀人还难受吗？难受你个头啊！清河县的土布，在你们那儿是没人要的破烂，到了桃源县转手就能翻倍卖。花钱买摊位那是投资，懂不懂啊，土包子？让让，别挡着我领鸡蛋！有辱斯文。公子，苏山长和李大人的车队被城门拦下了。你这双眼是摆设吗？这是送给京城贵人的车队，车上装的都是给宋公子的书籍和行头，耽误了公子的正事儿，你10个脑袋也担待不起。我管你是送给宋公子，还是送给玉皇大帝的。条例第7条，入城车辆必须保持车容整洁，车轮带泥的，一律劝返或者强制清洗。这是泥吗？这是清河县的土，这是故土难离的情怀。那是你们的情怀，那是咱们桃源县的垃圾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又是清河县来的吧？真脏！这也就是咱们许小姐心善，换了别处，这种带泥的车早给劝退了。就是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界，一点公德心都没有。消毒废物文，下一个。京城来的，知道规矩吗？什么规矩？外来人员入城前必须保持整洁，尤其是清河县那边过来的，那边路烂，全是许小姐说的那个细菌。你这鞋不行。哎呦，这京城来的怎么这么不讲究？带着泥就想往里冲，不知道许小姐最爱干净吗？离远点，离远点，别把晦气蹭咱们身上。我有钱，罚款是吧？我有的是钱，让我进去。有钱也得讲卫生，罚款10两。这鞋套20文一双，你原来的太脏了，换一双，不然不许进。换不换啊？磨磨蹭蹭的，后面还排着队呢。我穿。进城别随地吐痰，别乱扔垃圾，嘘，别大声喧哗。看见穿红马甲的要叫长官，记住了吗？马车走中间，行人走两边。那个推独轮车的，变道打手势，懂不懂？新来的流民，饿坏了吧？这半个鸡屁股给你了，别客气。这在桃源县狗都不吃。拿开！拿着呀，愣着干啥？这可是奥尔良口味的。昨儿个徐府流出来的剩菜，一般人想吃还抢不到呢。哦，你这个外乡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奥尔良口味，反正就是许小姐做出来的。许小姐真是厨艺高超。不识好歹，一看就是没享过福的苦命相。全是假的，这街上的繁华都是假的。许家肯定早知道我要来，特意安排了这么些戏子，就为了粉饰太平。宋公子，您没事吧？这就是你们说的民不聊生，这就是你们说的饿殍遍野。公子，这是假象啊！公子，您想，那乞丐若真饿极了，怎会把肉让给别人？这分明是许家安排的通，就是为了蒙蔽公子的双眼。这街上的光鲜亮丽都是做给外人看的，真正的罪恶都被许家藏在暗处。许清欢那个恶女最擅长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好，很好。既然这街面上的都是戏子，那我就去看看那些
没法演戏的地方。你之前说，许家逼着伤残的老兵去掏粪，建了个什么夜相思？是有这么个地方。带路，我倒要看看。在那乌贵之地，在那暗无天日的角落里，许家还演不演得出这等歌舞升平的戏目？我要去亲眼看看，你们说的那个人间炼狱，到底长什么样？公子英明，那夜相思是桃源县最黑暗、最肮脏的地方。公子千金之躯，愿意为了百姓深入险地，我老头子佩服。少废话，走。这就是夜相思？正是此处。公子您别看这名字起的花哨，里面全是粪坑。许家把全城的会务都运到这儿，逼着那些残疾人日夜搅拌，说是要练什么金克拉，简直就是虐民。苍天有眼啊！公子您看那位老丈，那是独臂呀，少了一只手的老人家。这许家简直丧尽天良，竟然让这样的残疾老人去推那1000斤重的粪车，那分明就是羞辱。这是给犯人穿的囚服，是要把这些保家卫国里保家卫国的老兵当成罪犯来折辱啊！住手！老人家，莫怕，把这脏东西放下。这车，你不推了。我今日既然来了，就绝不会坐视不管。那许家就算有通天的本事，我也要为你讨回一个公道。老人家，您受苦了。起！你干啥？哪来的小白脸儿啊？我这是在救你啊，老人家，这许家逼你做苦力，逼你穿囚服，我是来救什么救？你懂啥？这不是囚服，这是工装。许小姐说了，穿上这个走夜路才不会被马车撞，这是保命的宝贝。还有，什么叫逼我做苦力？别以为你长得白就能胡说八道。我上战场断了只手，什么事儿都做不了。还是许小姐这位活菩萨给我活干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抢到的早班优选单，从城西到处理站，路平好走，还有下坡，一趟能记3个工分，我都排了3天队，才轮到这一趟，你上来就要给我抢了。你想抢我的工分，你想断我的财路？要不是看你细皮嫩肉不经打，我一拳就把你这抢单的贼轰出去！别耽误我打卡。抢单、工分、打卡，这些词我一个一个都认得，可凑一块儿，怎么就听不明白了？公子您看，这就是那个拿鞭子的工头。瞧他这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准是出来收拾这偷懒的老汉了。老张啊，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慢点推，慢点推。大小姐刚派人传话，说今儿气温过了30度，触发了那什么？哦，对，高温预警机制。所以今天除了基础工资和工分，每人再加发20文枯薯津贴。这条子收好，可别弄丢了。这碗冰镇绿豆汤，赶紧喝了解暑。喝完去那边职工休息室吹吹冰剑，可别中暑了。哎，你要是中暑晕倒了，那可算工伤，得扣我这站长的考评绩效，还得给你报销郎中费。你也心疼心疼我，别这么拼命行不行？嘿嘿，站长您放心，就是想趁还能动，多给孙子攒点书本费。行了行了，赶紧进去歇着吧。苦暑津贴，冰镇绿豆汤，不喝汤中暑了还算工伤，还报销郎中费，这还是掏粪工吗？
这待遇，京城6部的书役，大热天的都没福气啊！这就是你们说的这妖术，公子，这一定是妖术！这是糖衣炮弹，是收买人心。那绿豆说不定下了迷魂药。剩下的兵，京城王公贵族用都得再精打细算。这儿给掏粪的当不要救钱一样堆。这都是做给外人看的假图。今儿这西瓜真甜，回头让大师傅多冰2个。这哪是人间炼狱，这分明是神仙洞府。哎呦，我的张大爷，成了，成了！啥成了？还能是啥？城东那个李寡妇松口了。人家说了，只要你有这叶相思的正式编制，往后老了还有那个啥哦，对，退休金，人家不嫌你少只手，也不嫌你岁数大，你把工分攒够了，能在城南安居房换套2居室，他立马带着嫁妆过门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。你得请我吃喜酒，还得给我包个大红封。真的，他真这么说？那还能有假？这桃源县里，除了徐府的管事，就属你们叶相思正式宫最抢手，旱涝保收，官府还给养老。我要再年轻20岁，我也嫁你。掏粪工成了婚恋市场的抢手货，还有退休金，还有安居房。什么万般阶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我堂堂相府公子读圣贤书，学治国策活了这些年，从没听过世上还有这等道理。在这满是艾草味儿、绿豆汤味儿的地方，圣贤书里的道理全被他许清欢扔进这粪桶里，搅成了稀巴烂。人间炼狱，要说这也是地狱，那我倒想问问京城那些百姓过的，算什么？算18层地狱吗？假的都是假的，这还是大钱吗？公子您说的对，那就是假的。那叶相思就在城边上，天天人来人往的，许家自然要做足面子功夫，那是演给外人看的样板戏呀。没错，公子您想，真正的修罗场怎么可能摆在大街上让人随便看？真正的罪恶都在深山老林里，都在那牛首山的铁矿上。牛首山，正是。牛首山，你刚才说许家真正的赃事全藏在那座山里。那地方天高皇帝远，四面都是峭壁，鸟都飞不进去。许家把抓来的兽民全填进了那个无底洞，监工手里的皮鞭全是倒刺，还蘸盐水，一鞭子下去，那肉都能翻卷起来。穿琵琶骨，那还有假？老夫派人探过，那山里一天就给1碗馊水，还掺着沙子，累死的。直接往矿坑一扔，连张草心都不裹。安全生产重于泰山，这又是某种黑话？公子您看不出来，这不是给工人的，是给监工看的。意思就是，只要能出矿，死多少人都不当回事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公子听到了吧？那是炸矿洞的火药，根本不管里头还有没有人就炸呀！你在听的惨叫，是多少人在哀嚎，多少人在求饶？怎么？今日哪怕是龙潭虎穴，本公子也要闯一闯，哪怕一个人都救不了，我也要替他们喊一声冤！对喽，这才是正经剧本。这回那许清欢长100张嘴也别想解释清楚。没有腐臭味，这味儿怎么是甜的？这是送行饭，这伙食比我平日点卯吃的还好太多了。公子，您看到了吗？那满地的，这不对啊！这馊水呢？沙子呢？带血的皮鞭呢？
又是红烧肉，昨儿个吃，今儿个还吃，这大师傅是不是就会这一招啊？我想吃凉拌苦瓜，我想吃清炒菜心，天天大鱼大肉往死里塞，我这腰都粗了2圈。回家忙娘该嫌我像头猪了。你就是嘴刁，有的吃还堵不住你的嘴。这就是你们说的，一天只给1碗馊水？公子，这8成是幻术，是障眼法。都给我住手！公子，你看他露馅儿了，他这是要把那些肉全抢走。反了你们了是吧？谁让你干活的？谁让你拿稿子的？看看什么时辰，5时3刻，这是干活的点儿吗？吃了肉，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偷偷提前上工。这一上午挖的比提前3天还多。我这哪是赔家底，是要赚翻天啊！你们是不是想害死我？想让我这点家底全赔光？我再说一遍，这是命令，是铁律。全都给我坐板凳上，屁股不许离开凳子面，把盆里的肉给我吃光。谁敢剩1块，我就扣他10文钱。那盘荔枝也得吃完，核都给我嗦干净。谁敢喂食之前拿稿子，就给我卷铺盖走人。这种不听话的，我许家庙小，容不下这尊大佛。大小姐，太好吃了，太撑了。闭嘴，吃，咽下去。这是何等的大爱啊！他怕工人累坏，竟亲自下场拦着不让干活，还用扣钱逼他们多吃肉，好补补身子。我听信谗言，竟把这样一位活菩萨当成了恶女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哪有逼着苦令歇着吃肉的东家呀？这不合常理呀！都给我坐下吃，5时3刻，谁也不许动稿子。天天红烧肉，腻得慌，咋不给口凉拌苦瓜呢？苏秉章、李文成这俩倒霉买怎么来了？还带了个一生共断的公子哥，真傻钱多的冤大头。丁，宿主当前任务：2月内为富不仁30万两，进度0%。我正愁败家任务没钱开张呢，瞌睡就来枕头。哎呦，大客户上门了！妖女，京城贵人当面，还不速速跪下认罪！许清欢，你逼着矿工泡食，名为优待，实则养猪，这是把人当牲口玩弄。公子，就是她！这女人心肠歹毒，坑害邻县百姓，还敢当您的面演这等拙劣的戏码！好狗，只要这小白脸儿敢搭唱骂我一句，我就敢当场索赔一笔巨额精神损失费。公子，您看他，都这步田地了，还敢这么嚣张？请公子下令，把这妖女拿下，好好审一审，以正视听。聒噪！公子，你打错人了吧？这剧本是不是哪里不对？我俩告我的状，怎么挨打的是他俩？公子，咱们是一头的呀！污蔑贤良，颠倒黑白。苏秉章，你身为师长，不教书育言，专会搬弄是非，心思狭得像鬼域。李文成，你身为父母官，不体恤百姓，专会嫉贤妒能，满嘴谎话，跟市井泼皮一个样。李文成，你这身官皮，我看是穿到头了。来人，摘了他的乌纱，扒了官服，押送吏部问罪。告诉吏部尚书，这人我宋玉白让他卷铺盖走人。至于这老东西苏秉章，革了功名，永不录用，在知会天下书院，谁敢收他，就是跟我宋家过不去。不，公子冤枉啊！公子饶命啊！几十年寒窗，几十年官场，俩老对头就让人家2句话给报销了。学生宋玉白肉眼凡胎，竟不知先生乃当世活菩萨，方才让那些脏东西污了先生的眼，是学生的罪过。先生大义，拿红烧肉养着这帮汉子，硬逼着他们歇工，这份胸襟，宋某拜服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刚才不是还在琢磨怎么讹他的钱吗？丁，宿主当前任务：2月内为富人30万两，进度0%。怎么还没开始忽悠？这人自己就栽了。冷静，他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不要紧，钱是真的，权更是真的。他非要把脸凑上来让我打，哦不，让我宰，那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宋公子言重了，不过是些分内的事，让公子见笑了。既然这2只苍蝇已经拍掉了，
不知公子有没有兴趣去我家坐坐？毕竟我看公子对我这铺路的东西似乎很感兴趣。这可是户部侍郎的亲侄子，京城宋家的嫡系。刚在矿山上，一句话就废了隔壁县令，一位德高望重的山长，比阎王爷还凶。闺女啊，咱见好就收行不行？你是不是给他下蛊了？这蛊要是解开了，咱全家还得被啊！先生，学生一路走来，那路面坚如磐石，浑然一体，彻过不留痕，风雨打着不变色。敢问这是何物？莫非是早已失传的上古神物？上古神物，大哥，这就是后山一堆石灰石加粘土，再掺点炼铁剩的矿渣磨的粉，搁现代叫工业原料，搁这年头就是纯纯的工业垃圾。此物名为水泥。宋公子有所不知，这东西来之不易啊！这可不是普通石头粉，这得采深海300丈下的万年玄武岩，再混上极北苦寒之地的活火山灰，还得经过7749道工序筛选，用猛火日夜不停煅烧，9981天。最要紧的是，中间还得加几十柜药材调和阴阳，去掉火毒，烧出来就是一堆废土，风一吹就散。深海火山还加药材调阴阳，那不就是咱家后山那堆狗都嫌的烂石头吗？你这吹牛都不打草稿，传出去咱全家就是欺君之罪啊！原来如此，竟这般繁复，难怪有这等神效。先生，这物虽神，可听这工艺造价想必不便宜吧？京城修皇陵的特供金砖1块才10两，还只是铺地的。这水泥要下深海捞石，去极北挖灰，怕不是要100斤一担。这玩意儿算上人工煤炭，成本也就1两一担，卖2两是良心，卖10两是奸商。可我图的是啥？是败家，是为富不仁啊！这东西废品率极高，烧10窑也未必成1窑，我也不能让家里亏太多，所以公子要是想要15两银子，疯了！我这闺女绝对是疯了！那破烂玩意儿你敢要15两？这跟明抢有啥两样？你这是逼着宋公子把咱全家抄家灭亡啊！15两，竟然只要15两！啊，这反应不对啊！贤贵，你倒是砍价呀，哭什么？先生，您这是做什么？那金砖10两1块，只能铺地；糯米灰浆虽只要7、8两，可遇水就酥，年年得修，10年下来也得耗银上百两。您这水泥深海采石，万年不腐，这哪里是贵？这分明是一劳永逸的神物啊！15两，怕是连那几10种名贵药材的本钱都不够吧？您这是在贴钱生产啊？您这是毁家诉难，是拿许家几代人积蓄给大钱铺一条通天大路啊！您管这叫奸商？这是大钱的脊梁。先生高义，宋某羞愧难当，这亏空我替不了，可绝不能让您的苦心被埋没。我这就修书一封，800里加急送往京城户部，我要让我叔父看看，让当今圣上看看，这小小桃源县有位国士正默默为这个国家流血流泪，还不求回报。什么玩意儿？贴钱毁家续难？800里加急告诉皇帝，这夸父聊天的境界也太高了吧！我想坑你的钱啊，大哥，我想当奸商啊！哎，等等，宋公子，其实这价钱还能商量，哪怕涨一点也成啊，咱们再谈谈。先生不必多言，我知道您淡泊王力，不想让朝廷觉得许家唯利是图，可我绝不能看您吃亏。我要奏请圣上，给许家立牌坊，封皇商，让天下人都知道许家的义举。完了，封皇商的帽子要是真扣下来，朝廷再砸几百万担的订单过来，我这辈子想败家都得偷偷摸摸了。先生放心，哪怕全天下都误解您，我宋玉白也是您的知音。来人，备马，嬷嬷，本公子要立刻写奏折，快，一刻都不能耽误。闺女，这就叫格局。原来你想的不是赚宋公子的钱，是赚皇上的钱啊！高，实在是高，开心。我开心个大头鬼啊！这下好了，国士无双的帽子，要是真扣下来，以后想败家都得偷偷摸摸的了。造孽呀！大概就是传说中的赢麻了吧。公子，咱们这就要回京吗？这800里加急的折子，是不是得赶紧写？急什么？折子要写，可这桃源县的经营方法，我也得学到手。你想想，那水泥若真只要15两一担，这亏空得有多大？唉，许家又不是什么顶级豪门，哪来这么多银子？往这个无底洞里填？许是家底厚？糊涂，家底再厚也有用完的一天。许先生既然能维持这等局面，一定有特别的生财之道。走，去这城里最热闹的地方看看，我要亲眼见识见识，这位先生究竟是怎么一边经商，一边还能救济世人的。那就是许家的铺子，琉璃竟然全是琉璃。
这得多少钱啊？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黑店简直是黑店，5两，就这么一块净身泥，你们竟敢卖5两银子，这是发啊！这逼死人啊！5两，一块泥巴卖5两，这哪是经商，分明是明抢。就算是填水泥的亏空，也不能这么谋取暴利，这不是把人死往死路上逼吗？住手！光天化日，物价虚高至此，还敢动手打人？还有王法吗？这位仁兄莫怕，本公子今日便替你讨个公道。这等黑店，咱们不买也罢。你有病啊！谁说我不买了？我是嫌他们今天只肯卖我1块，我是因为想买10块被赶出来的。买10块？这玩意儿5两银子一块，你要买10块？你疯了！你懂个屁！这是泥巴吗？这是香雪海，许小姐亲手调制的洁面神物，用了皮肤嫩滑如水，还带股奶香味儿，婆娘们抢破头。拿到府城转手就是8两，这么大的利，傻子才不买。也就这许家铺子规矩多，说什么饥饿营销，每人限购1块。5两银子买块肥皂，转手还能赚3两，这群人钱多烧的。让让，别挡着我看琉璃阁的门。我倒要看看这琉璃阁有什么名堂，能让这帮精明商户都疯成这样。这是整块的水晶。琉璃阁1层皆是香露陈列之所，公子若是初次来，可要试试这款豆蔻烧头。50两够买几亩上好的水田了，在这儿就只能买这么一小瓶，这就是许先生的生意。1. 本阁专攻富人，穷鬼勿扰。2. 所有商品溢价100倍，爱买不买，不买拉倒。3. 本阁每月净利润70%强制划入桃源县基建基金，用于修路、筑桥、兴修水利；3成补贴矿山食堂红烧肉及夜香丝高温津贴；7成修路，3成养民。许家分文不取，连那溢价100倍都写得这么坦荡，这么直白。拨富济贫，这哪里是奸商，这是圣人手段啊！这世间贫富不均，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朝廷想靠税收调节，总是阻力重重。许先生用这等奇技玉术，造出让人欲罢不能的奢侈物，让那些守财拿心甘情愿掏腰包。他是在用富人的贪欲填大钱渐渐的窟窿，用那些铜臭银子给穷人换一口热饭，一条平路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以欲治欲，这叫代天行道。高，实在是高。比起我等只会读死书、空谈仁义的辅助，许先生这才是经世致用的大学问。那个因为太贵被扔出去的胖子，在我眼里不再是受害者，是被许先生成功收割的贡献者。这每1两银子都会变成矿山老者碗里的一块红烧肉。买！给我来张顶层的票，哪怕是倾家荡产，我也要为这县的基建添一块砖，加一片瓦。100两一位，心都在滴血。不，这不是花钱，这是捐款。好一派繁华景象。这一口酒，我喝出了家国天下的味道。这酒确实上头啊！许清欢那丫头说这是82年的什么妃，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年号。三殿下，当今圣上第3子，最厌恶商贾氏的萧景琰，三皇子怎么会在这敛财之地？嘘，连三皇子都在这里，连这位最痛恨贪官污吏、最讲原则的冷面皇子，都对许清欢的所作所为默许了，甚至还在享受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这桃源县根本就不是什么许家的一言堂，这分明是皇家默许的变法特区啊！陛下和殿下这是在下一盘大棋。借许清环之手，仿佛在亲眼目睹一场开天辟地的变革。难怪许先生敢狮子大开口，要15两水泥钱。难怪这琉璃阁敢把东西卖出天价。这背后站着的是整个大前皇室，赢麻了。方才殿下那根竖起的手指，到现在还压在我心口上。怎么，见到姑连话都不会说了？学生宋玉白叩见。免了，出门在外不论君臣。坐，陪姑喝一杯这82年的佳酿。这是什么局？许先生敛财的地钱，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殿下，怎么会在这儿？看了一路，这桃源县
你觉得如何？殿下，此乃人间奇迹。学生今日方知何为大爱无疆，何为毁家纾难。那许先生为了修路，不惜15两一时贱卖水泥；为了矿工温饱，逼苦力吃红烧肉，还发那闻所未闻的什么高温补贴。这琉璃阁看着奢靡，实则是许先生为了填基建的无底洞，不得不向那些富人乞讨啊！他是拿许家几代人的家业给大钱百姓输血，这般高义，孔孟复生也不过如此。他是当世圣人啊！圣人，宋扁修，你的格局还是太小了。殿下何意？你只看到他在散财，看到他在做善事，你当他是拿道德感化世人？错，大错特错！他不是在做慈善，他是在治国。治国？一个商贾之女，一个败家千金。治国？她一个商贾之女，一个败家千金。不知你是否知道半月前的许氏米贵之变？知道。那时许家高价收购陈米，坊间都笑许清欢是傻子，收了一堆发霉的糙米。傻子。当时姑爷以为他是傻子，可结果呢？粮商联盟囤积居金的计划被彻底击穿，粮价一夜之间回落正常，百姓没饿死，国库没掏钱，户部那帮蠢货只知道强行限价，结果越限越贵。而他呢？他用高价收陈米，看似是败家，实则是向这一潭死水的市场注入了流动性，这叫以商止沙。那次看似荒诞的陈米案，背后藏着这么深的道理。可是，这琉璃阁，这里可是实打实的在搜刮民脂民膏啊！刚才我还看到有人为了那买块泥巴被扔出去，搜刮。宋玉白，你告诉姑，大钱现在的国库为何空虚？百姓手里为何没钱？因为天灾频发，岁币沉重，白银外流。肤浅，是因为这帮富商巨盐，这帮贪官污吏把银子都埋在了自家的地窖里。大隋不缺银子，缺的是流动的银子。银子不流动，那就是死物，就是石头。银子不流动，就是死物，就是块石头。而许清环在做什么？他造出这些毫无实用价值的玻璃，调出这些只能闻个味儿的香水，定出一个天价。他就是用这些概念，把那些富人藏在地窖里发霉的银子，硬生生的逼出来。银子进了许家，变成了矿工碗里的红烧肉，变成了脚下这条万年不腐的水泥路，变成了流民手中一文一文的工钱。这哪里是做生意，这是一场不见血的货币战争。他是在替朝廷把那些死钱变成活水，重新灌进大钱干结的土地里，这是国士的手段。原来如此，我当他是拨富济贫，是用道德填坑，他是在用经济手段重塑大钱的国运啊！国士无双，我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火候到了。宋扁修，听说你叔父户部右侍郎宋大人为了北境军饷的亏空，最近愁得想撞墙。正是，叔父已3日没合眼，说再筹不到银子就要自请下狱。户部没钱是方法错了，只会哭穷那是庸才。这桃源县有现成的真经，你为何不让你叔父来取经？对啊，学到许先生这宏观调控一招办事，何愁军饷不足？多谢殿下指点，学生这就修书一封，800里加急送往京城。慢着，信照发，奏折要发，但内容要改。让我叔父怎么改？让你叔父按兵不动。为何？许清欢这把刀太利了，也太过惊世骇俗，现在就大张旗鼓地捧他，只会被那帮读死书的清流，还有那群守旧的既得利益派活活毁掉。我们要保护他，让他在这桃源县把这盘棋下完，让你叔父只管哭穷，暗里头配合许家的一切动作，懂了吗？这分明是结盟，殿下这是要把许清欢，把整个许家都收进他的羽翼，当夺嫡最强的一张底牌，而我就是这张底牌，通往朝廷的那座桥。
学生明白了，学生愿做殿下与先生之间的马前卒。去吧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这桃源县的每一块砖，都是锦绣文章。800里加急，让道！空的，又是空的。哼，大圣的国库比洗过的脸还干净。大人，工部那边催得急，催命符似的，一道接着一道，说是陛下万寿宫的琉璃瓦还没见着影子，月底这笔银子再不到位，工程就要撂挑子了。撂挑子，让他撂！北京军饷缺了整整80万两，戍边的将士至今还靠薄单衣顶着寒气。他这时候修什么万寿宫？他是想在宫里图个寿比南山，还是打算等北仓骑兵踏破京城城门时，让人家给他贺寿？大人，要不再寻个由头往生收上加点儿？加个屁！江南那边为了练饷，已经多收了3成。再加下去，你是嫌流民不够成规模，还是觉得那些乱生的太晚了？报！豫州加急，800里加急，是宋公子的家书。玉白，这是怕御史台的言官淹不死老夫。逆子定是又在外面闯了弥天大祸。叔父，莫要再叫苦了，速速配合我演一出戏。侄儿在桃源县寻见了金山，得您老人家这张脸面撑撑场面。演戏，金山，疯了！这庶子定是在外面撞了邪。老夫正愁着去哪儿寻根上吊绳，他竟还有心思编排这些鬼话。叔父可知，金银藏而不动，便是顽石；唯有流转往复，方能化为气血。那清欢小姐先以低廉的水泥铺平万民路，复又起那琉璃天宫，定下千金之价，引得四方巨湖挥金如土。那些昂贵之物，不过是替朝廷在妇人腰包里割肉豆的利刃。5两一块的净身泥，50两一瓶的香露，本质上是向那些守财贸收取的贡鱼。这哪里是做买卖，这分明是许家在抽那些富商地主的陈年积蓄，来喂饱我大钱的边防军武啊！钱财全被那帮乡绅土豪埋在地窖里生了锈，市面银羹短缺，百姓自然过不下去。病根原来就在这儿。他这法子简直是在一潭死水里硬生生凿开了泄洪口，用那些不能吃不能喝的透明石头，就把老财手里的真金白银换了过来。妙，哈哈，当真是妙！既然明抢不得，便叫他们心悦诚服的把银子往这火坑里填。此法既保全了民生本根，又叫府库充盈。这位许家姑娘，莫非是财神降世？末尾这几行小字，字字千钧。三殿下在此，命叔父在圣上面前只管大声哭穷，万不可漏了底。此番布局是殿下与许家合谋所为。叔父，咱们宋家这次要上那翻云覆雨的大船了。三皇子景言，那个在京城向来不声不响，瞧着像个闷葫芦的殿下，竟然藏在桃源县，局面这便通透了。老夫早该料到，区区一个商贾门户的女子，哪来这等气吞山河的格局？定是三殿下的手笔，许家不过是明面上的影子。殿下这是要在豫州独辟疆条，用金银积攒势力，剑指大宝之位啊！而老夫便是殿下选中的脱杆儿，这哪里是什么家书，分明是改朝换代前的入伙状！大人，您这又笑又狂的，是不是身子不爽利？要不要传个郎中来瞧瞧？传什么郎中？老夫清醒得很。传本官令，今日之后，谁敢在外吐露半个字，定斩不饶。至于外头，就说户部已经穷的连耗子都得含泪搬家了。万寿宫要银子没门，一块板砖也别想见着。哼，叫工部那帮人吃风去吧。老夫这便进宫去讨赏钱，不是哭穷，配合演戏，从龙之功。老三这封折子写的还真是锦绣纷繁啊！清辉之时铸道，奇应圣帖，琉璃之影成阁，奇华夺目。许氏女子怀国事之志，乃大钱之福佑。石柱长街，琉璃通天。朕这身子还没烂透呢，他就急吼吼的给朕整出这么多祥瑞了。陛下，三殿下向来言语寡淡，想来那桃源县确实有些不凡之处。不凡？
朕的国库尚且见底，这世间哪来这种随手点金的商贾？百姓上结果夫妇为难哪来的什么圣人能教四海升平？一个皇子能在地方上收买人心，攥住滔天财富，他这是要做什么？水泥造道，琉璃吞金。这许清欢究竟是济世的才女，还是老三养在外面的一头恶虎？暗营。大理寺少卿裴气，如今在京城可是闲得发慌。回禀主上，裴大人刚把一桩豪强霸占民宅的案子办了，正愁没有骨头可啃。老三把桃源县夸得天上有地下无，宋知远那个老滑头又突然安静的反常，那就派个最不会辩和、最爱咬人的疯狗去瞧瞧。传朕旨意，受裴吉联合巡查之旨，即刻动身奔赴豫州。朕倒要看看，在裴吉那张铁面下，这桃源县的幻梦还能做多久？若这些都是真的，朕要这些钱换个主子；若是假的，那便叫那许家连同老三一起消失。儿啊，圣上此行名为探武石，实则是叫你趟那趟浑水。那地方传得这般神妙，三殿下和宋侍郎又深陷其中，你把握不住其中的分寸啊！爹，圣上差我去，那是信得过我这双眼睛能辨是非。大钱的法度里就没写过“左右逢源”这4个字。神石、琉璃、商道、圣土，不过是借着幌子敛财的江湖骗术罢了。哼，这世上从来只有心怀鬼胎的骗子和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子。本官此行定要揭了那许家女的真面目，不管背后站着的是谁，只要违了法度，欺了良民，我裴寂绝不轻饶。这是谁在背后算计我？让让，都让让！我家老爷的马车先过。放屁！我家主人从江南赶来的，耽误进城时辰，你赔得起吗？蝇营狗苟，许清欢，一个商贾之女，能翻出什么水花？掌柜的，还有空位吗？哎呦，王老爷，您来晚了，这会儿连站的地儿都快没了。要不您跟那位书生拼个桌？那就叨扰了。这位兄台也是去桃源县的？路过。哦，那可真巧，在下也是路过。老张，你这趟去桃源，少说赚个300两吧？300、500两，你瞧不起谁呢？我上回一车净神泥，转手就赚了500两。这回带了3车货，少说翻3倍。听说许小姐又出新货，叫冰剑，3伏天能造冰，真的假的？这大热天，冰块比金子还贵。我表哥小舅子的邻居，就在许家矿上干活，亲眼见的。小生这一路10个有9个都说去桃源县，敢问诸位，那地方当真如传闻那般神医？哟，书生，您这是没去过吧？没去过桃源县，您可真是白活了。那地方啊，神着呢。那水泥路平坦光洁，能照出人影，马车跑1天，屁股都不疼。琉璃阁那叫一个亮堂，比皇宫还气派。矿上的人天天吃红烧肉，吃到想吐。还有那城门口的规矩，进城得交500文保证金，违反了卫生条例，罚款10两。对，我上回鞋底沾了泥，被罚了10两，还得穿那破草鞋套。但你别说，那地方就是干净，连乞丐都吃烧鸡。我来豫州本是查李文成那道举报，说许家压榨百姓，沽名钓虚，限购罚款10两，乞丐吃烧鸡，这哪有半分压榨百姓的迹象？难道李文成的举报是诬告？依小生看，不过是收买了几个帖儿，编载出的市井传奇罢了。这位书生，你若不信，咱们打个赌，3日后你去了桃源，发现有半句虚言，这锭银子归你。可你要发现那地方比我说的还邪乎，你得当众给许小姐的雕像磕3个响头，再喊3声“学生有眼无珠”。告辞。在下这就去桃源县。这年头，不信邪的人还真多。等着吧，这俩人去了桃源，
保准跪得比谁都快。障眼法，这许家女果然狡猾，故意弄2扇门来迷惑人，左边收钱，右边这扇多半是贩卖流民的通道。王兄，你我分头行事如何？我从招公门进，你从富贵门进，也好。又来一个，想进城干活？正是。在下听闻桃园招工，特来应征。不行，这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没干过活，不要。你凭什么不要？我们许小姐说了，招工看体力，不看脸。你这小身板儿，进去也是个雷吃饭，扛不动一袋水泥。能，你能扛起一袋，走10步不喘气，哼，我就让你进。我就说不行，赶紧走，别当我吃烧饼。看着一个是人模狗样的，就是不中用。入城管理条例，念一遍，签字画押。第1条，入城交保证金500文，无违规出城退还。随地吐痰罚5两，车轮带泥进城罚10两，乱扔垃圾罚3两，街上大小便罚10两，游街示众。随地捅涂罚5两，车轮带泥罚10两，这是要把人往死里罚呀！怎么，有问题？看见没？这是停车线，脚不能踩，踩了罚款10文。10文，这钱进公共卫生基金。您的善举我们记下了。善举？这叫善举？验明正身，靴子脱了，检查鞋底，沾泥了。20文1双，套上。进吧，欢迎来到桃源县，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。这笔账我记下了。这位爷，您也是新来的吧？那您可来对地方了。这桃源县啊，是个好地方。您瞧瞧这街道多干净。自打许小姐立了规矩，城里连痢疾都绝迹了。痢疾？可不是嘛！以前咱们这儿一到夏天就闹痢疾，死人都死了好几10个。后来许小姐说了，要讲卫生，不能随地大小便，不能乱扔垃圾，还得勤洗手。刚开始大家都嫌麻烦，可后来发现这规矩一立，病就真少了。您瞧，这洗手的地方都是许小姐自掏腰包建的，水都是免费的。不对，这完全不对。他若真是个贪婪的奸商，为什么要花钱建这些东西？他若真在压榨百姓，百姓为什么不反，反而感激涕零？桃源县这违规条例竟比大钱律还要严苛，可为什么百姓不仅不反，反而笑着说多亏了许小姐的规矩？明辩还是暴乱？别急，许小姐说了，今儿个是抢钱节，去晚了连倒茶都摸不着。这就是你们说的暴乱？客官睡懵了吧？这是秋收节，许小姐说了，今儿个谁下地干活，不仅管饭，还能领20文赏钱。不说了，我得赶紧去，晚了镰刀就被领光了。豫州大旱3年，赤地千里，连老鼠都搬家了，哪来的秋收？除非移植造假，粉饰太平。裴兄，看来英雄所见略同。自古贪官为了祥瑞，常连夜从邻县移植庄稼到官道两侧。这位许小姐不仅懂经商，还深谙官场糊弄人的把戏。是真是假，下地一验便知。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江南的上田也不过如此。这里是豫州的汉地，
障眼法定是昨夜刚插进去的。起！裴兄，这是熟土，被地里滋养到极致的熟土。李文成那蠢货说他在炼毒，这哪是毒，这是地利之母啊！哟，嘿嘿，两位贵人，这是吓傻了。许小姐说了，今儿个谁割下第一刀，谁沾喜气。别嫌脏，这地里的东西比金子还贵嘞。拿着，试试。是。这怎么可能？让开，让开，都让开！1亩地收完了，上秤。我来，我亲自称。多少？裴兄，多少？4担3斗，2栋顶天的良田，这旱地竟翻了1倍还多。这种法子要是推到天下，大钱再没饥荒，北境的兵都不用饿着肚子打仗了。祥瑞，这是江祥瑞呀！笔墨，快拿笔墨来！我要写奏折，我要告诉陛下，大钱有救了！这桃源县藏着真龙啊！许小姐，神农在世啊！醉仙楼那个赌约，我输了。昨天城门口我故意踩的那条红线，还有那个什么公共卫生基金，学生有眼无珠，原来这真是神农，这真是神农。能让大理寺那条只认律法不认亲爹的疯狗写出叩拜神农这种话，有点意思。4当3斗，须有德，须有德。朕以前只当你是个贪财的草包，没想到你是在这儿等着朕呢。传旨，召内阁几位大学士即刻进宫，哪怕是爬，也要给朕爬过来。亩产4担，陛下，这裴密莫不是失心疯了？这是妖言惑众，是欺君啊！妖言，朕尝过了，是真的。天佑大钱，此乃万世不拔之计。许家这是立了青天保驾的不世之功啊！请陛下重赏，必须重赏。赏，是该赏。人家连家底都掏空了，给朕的大钱铺路，给朕的百姓造饭，这种活菩萨，朕若是不赏，岂不是让天下寒心？拟旨：豫州商女许清欢心系社稷，献良有功，乃女中尧舜，特赐御笔金匾1块，上书6个字：大钱第一义商。慢着，还没完。既然许家富可敌国，既然许清欢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段，那就让他替朕分分忧吧。户部那个窟窿，朕不想看了，太闹心。陛下，那边若是让他……就这么办了，去吧。我操！谁？哪个刁民在背后算计？总有刁民想害朕。殿下，这位仁兄也是被这祥瑞吸引来的吧？在下不才，对此等农桑之事也略懂1、2。这稻谷虽好，但若无朝廷运筹帷幄，怕也难成气候啊。毕竟民币就是民，离了官府的统筹，便是一盘散沙。裴兄，你说是吧？咱们读书人看事情要有格局，要看到这祥瑞背后的朝廷之功。那张脸，那张化成灰都认识的脸啊！裴少卿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还弄成这副模样？这是微服私访，体验民情。
在阎王爷面前冲大辈儿，拉着阎王爷跟自己打赌，还叫他做事，要他有格局。王金茶，本官这格局确实不如你大。完了，这次死定了。裴青，你看这稻穗，它压得这么低，是不是像极了咱们大钱百姓那常年弯下去的背？但只要这根扎得深，根基在土里，那么它的腰弯得再低，也是我大钱挺直的脊梁。学生受教。这桃源县哪是商贾之地，这分明是龙潭虎穴啊！圣旨到！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竟然有如此圣物，这圣旨真是赢得好啊！许有德、许清欢，接旨吧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许门教女有方，乃我大钱福星，特迁许有德为应天府江南县知县，即刻赴任。其女清欢聪慧敏捷，特封安国县主，10亿千户，随父赴任。臣许有德叩谢皇恩。闺女听见没？是江宁啊，那地方连铺路砖缝都塞满银票。有了这顶乌纱帽，往后谁还敢查咱许家的账？江宁前任知县上吊，前任落水，连总督都得看世家脸色，名为升官，实为送死。陛下把咱家这头肥羊扔进了狼窝。安国县主，身子骨可得验藏些。陛下有句口谕，不方便写在圣旨上，特意让咱家带给县主。岭南的荔枝再甜，送不到北境也是白搭。北边的将士还在雪窝子里啃硬馒头，手脚都冻烂了。陛下说了，您这双手能点石成金，放在这穷乡僻壤可惜了。江宁那边每年的税银都是糊涂账，户部查不清，也不敢查。既然县主封号安国，那就得替陛下分分忧。这税银若是收不上来，或者数目不对，那这安国二字怕是要变成安息了。抗旨，全家人头落地，去江宁，好歹还有一线生机。既然要拿我当刀使，那我就让这把刀谁都握不住。臣女领旨，请公公转告陛下，江宁这块硬骨头，许家肯定了，只盼到时候银子太多，别撑坏了户部的库房。好志气，咱家会在京城静候县主的佳音。